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爷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。小米 Mix Fold 折叠屏手机啊，那绝对是一款讨论度、话题度拉满的产品。但是在发布之后呢，引起的争议也是非常的多的。小米呢，经过了快速迭代之后，Mix Fold 2今天来到了面前。那它相对于前代产品有了哪些的提升？是否能够应对咄咄逼人的友商竞争对手们呢？咱们抓紧开箱来看一看。打开这个礼盒包装哦，这里就是小米手机的一个本体，盒子超级的厚实啊。哦，这是一个金属的水杯啊，看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镜头样子的纪念品水杯。下方这里是保护壳、手袋还有挂带啊，一会儿咱们再展示。手机本体啊，比我们想象当中好像还要轻薄小那么一点点，一体性的封装更加的安全。又是我们熟悉的颇有仪式感的开封方式，金标小米 Mix Fold。哦，拿在手里的感觉极其特殊啊！一会儿我再跟你说啊，真的，这真的是小米吗？下方啊，3个组成部分：说明书、保护壳、充电器、数据线。这套包装啊，绝对是花了钱的啊！咱们抓紧看一看。首先是充电器这边啊，又是熟悉的67瓦。加 A 口充电，那看起来呢，小米的徕卡系啊，就是以主打拍照为主的这几台机器呢，采用的都是这种67瓦的充电器。保护壳部分啊，看起来是一个单侧的配置。最后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主角 Mix Fold 2，连封贴这边呢都有一次性的保护啊，看起来小米呢对于这次产品的保护还是相当花心思的。哎，我都不舍得撕这个包装啊，但是不撕呢你就打不开。一次性封贴撕开就无法还原了。首先呢，在正面的屏幕，我们在室内灯光的条件下，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，它采用了这种非高反射的屏幕啊，也就是说呢，在光线直射的情况下啊，它的反射度要低很多，相应的折痕的部分呢也会弱很多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来到背面，极其的平直，极其的硬朗。这边呢，大面积的磨砂材质，而且呢，质感极其的细腻，触感非常好。你可以看到，虽然都是这种磨砂，但是有的会沾指纹，但是这个呢，几乎就没有什么指纹。在镜头部分呢，凸起的要稍微多一点啊，毕竟呢，搭载的镜头组还是有相当的多的元器件在里面。哇哦！怎么样？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薄啊？只有5毫米多一点点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我目前所接触过的所有折叠屏机型当中啊，从侧面看，这应该是最薄的一台了。作为内外双屏的折叠屏机型来说呢，真的是极薄的，非常的特别。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过来。如果对比较之前小米 Mix Fold 1代的时候啊，我感觉这个提升可不是一点半点啊。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开箱的时候第一印象说，哎，这真是那台小米折叠屏吗？因为这差别确实太大了。实话实说，给我的第一印象感觉很好。那么咱们抓紧看一下它的重量呢，264克，在折叠屏机型当中啊，算是中规中矩的一个重量，不算特别的重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合上它啊，你要和我一起啊，咱们第一次看一看小米 Mix Fold 2的折叠过程了。咱们开始。哦，这回弹力度啊也很大啊，很清脆。我真的觉得你把它当做一台普通的直屏机型啊，也不会有太强的违和感啊。这真的是相比较于小米 Mix Fold 1代，这差别太大了。好，来看一下侧边啊，这边呢是高亮的边框，质感也同样很强烈啊。通过光线来看啊，非常的精致。来看一下机身顶部这里 SIM 卡槽，然后呢是我们的红外线接口、哈曼卡顿的音响认证等等。在底部这里，麦克风以及 Type C 的接口。还有另外一侧的扬声器的开孔位，外屏呢是有贴膜，上方呢是有挖孔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背部这里，来用心观察一下它镜头区域的位置。3枚镜头组负责的并不相同，有主摄，有广角，有2倍变焦。那么侧边这里呢还要注意一点啊，大家看到这里做了一个类似水滴型的铰链，在弯折的时候呢，屏幕呢会向内凹进去。你可以看到下方那个位置啊，非常的清楚，它等于像画了一个圆圆的水滴的形状，使得屏幕的弯折呢不至于出现那种所谓的死指。最后看到这里，大家打一个分数吧，满分10分，对于这台小米 Mix Fold 2折叠屏外观颜值的进化，你打几分呢？这里我们再套上保护壳，素皮材质的背板，再加上功能区域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在任何的角度都可以比较好的去摆放它，包括呢我们当打开
屏幕的时候啊，这边同样可以。为什么想起了 Switch？ 这里我们来到了 MIUI 13针对折叠屏的系统啊。首先，第一印象，它的屏幕是连续的。这边2块屏幕，我们在滑动的时候，这块屏幕延伸到这一侧，而不像我们之前很多的折叠屏机型呢是整块屏幕翻阅，所以这个思路方面是有所差别的。而在桌面的利用方面呢，很多的小组件啊，使得桌面信息更多。在第三方程序方面，一共22个第三方程序，算是中等偏多。我们来到浅色背景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屏占比啊，这可以算是标准的4边等宽。而且呢，有一点是要给好评的，在内部没有摄像头的挖孔。我在想啊，小米应该是会重新设计它整个的使用习惯，更多的利用到外屏来去使用我们日常的摄像头的工作环境啊，比如说我要视频聊天，而在内屏的时候会给你一个完整的大屏的操作界面啊。对这一点啊，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的啊，毕竟呢，之前有很多的双面屏的折叠屏机型都会采用内外双挖孔，我老觉得把内部的这个屏幕挖了一个孔啊，就稍稍有一点点遗憾。屏幕方面，我们抓紧来瞧一下啊，首先看一下内屏，刷新率60、120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外屏。都是支持60和120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内外双屏使用的时候就没有割裂感了。还有一点，你可以看从外到内，整个的边框的感觉啊，似乎是一样的。都是一样的一个宽度，这样的话呢，更减少了我们视觉上的一个割裂感。再来听一听声音。那虽然机身非常的薄啊，但是你可以听到上下方的声音所构成的音场啊，仍旧是比较宽阔的，而且呢，它这个铃声不小啊。两侧分栏式的，整个的效率呢也会比较高。这里还增加了折叠屏专属的区域，这里也有更多的功能。在大屏幕上面呢，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利用侧边的窗口，快速的进行窗口的调节、拖动和移动。要收纳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。我们现在使用窗口的时候，可以更加方便的去收纳、拖动，很自然。想看它拖拽出来，不想看它滑走就可以了。内屏我们在使用设置，那么到外屏的时候呢，可以继续的使用，不会有程序上的割裂感。折叠屏有很多动态的壁纸啊，可以获得更好的开屏效果。花瓣抽象式的打开，抽象的花瓣打开。当然，可能会有同学要提问到说悬停的问题啊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。那首先可以确定的是，这台机器是工程机，它目前是不能够进行我们大家熟悉的那种，比如说90度左右的一个悬停。我们看到收到锐角的时候，大概这个角度的时候，它是可以悬停在这个位置的。那么这一次的话，小米引入了全新的键盘方式，咱们一起来瞧一瞧。首先，分屏键盘呢，经过重新的设计，针对左右2个拇指来打字，你可以看到 G 和 V 都进行了分别的调整啊，2个 G 2个 V， 这样的话打字的时候呢，就不需要一只手来回去找啊，而且屏幕的大小、键盘区域的高低都可以自由的通过拇指来进行调整。当然，你可以快速的回归到传统的键盘啊，不管是分屏键盘、传统的键盘都很方便。有更多的程序呢，也开始支持平行视窗，你可以给选定的程序去规定它使用平行视窗，还是4:3、16:9，或者是全屏。看起来这一次呢，MIUI 13针对于平板以及折叠屏的大屏布局啊，做出了很多的调整。好了，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啊，这款小米 Mix Fold 2给我的第一印象确实是比较惊艳的。从外观的厚度上面来说啊，是让人比较惊讶的。作为一款内外双屏的产品呢，能够做到5毫米多一点点，合璧起来也只有1厘米多一点点啊，已经非常接近我们日常使用的旗舰手机了。再次强调啊，作为一款双屏内外的折叠屏机型来说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在工艺方面呢，也大大超越了我们之前对于小米的一个预期，确实是够得上旗舰2个字。而且呢，260多克的重量，我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呢，就感觉它没有太多的一个压力。毕竟屏幕这么大，你甚至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平板来使用。想象一下啊，一个8寸平板260多克，其实已经非常的轻量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系统方面呢，针对于平板做了很多的优化，让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呢更加的顺手。另外呢，和徕卡的深入合作呢，也使得这台平板电脑的，另外呢，和徕卡的合作呢，也使得这台折叠屏手机在拍照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。简而言之，这是小米折叠屏手机的一次完完全全的超大进化，从内到外啊，都是一款让人想要用下去、有用下去欲望的折叠屏手机。
小米 Mix Fold 2满分100分，你会打几分呢？我们后面还会为你带来更多详细的测试。我是大岩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有让人想要佩戴的欲望。大家知道我一直是一个裸奔党啊，但是这一台机器的薄壳你应该戴一下，非常漂亮、很精致的保护壳，同时呢上下方各有一个挂环。皮质和金属的碰撞啊，可以说是质感拉满。当然啊，会有同学说，那你说我是个女生啊，特别是咱们频道啊，女观众比较多，我也想买这台机器的话，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收纳方式？这不就来了吗？